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太阳。我喜欢太阳。我也喜欢，虽然我也喜欢雪，可是真的好冷呀，都不能出门了。哎，这种天气要是打仗的话就完了，大家都要被冻死了。年年、木木、周周哥哥，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啥时候来的呀？你们冷不冷呀？怎么这么冷的天还出来？我爹爹娘亲不让我们起床。我们说好的要来给婶婶拜年的，当然要来了。对啊，我们穿的可厚了，我娘把我所有厚衣服都给我套上了。我也不冷，刚才婶婶拉着我的手捂了好久，我还烤火了。哎呀，年年、木木，我们也起床吧，陪他们一起玩。穿好衣服，连忙跑到了暖桌边坐下，瞬间热乎了。很快，饭菜都端上了桌，吃饭。哇，好多肉肉呀！哇，太香了吧！吃完饭，婶子给他们发压岁钱，连同自家3个小人，一人发了20文。婶婶，我们不能要，你怎么还给我们钱呢？你们如果不拿着，那以后婶婶不疼你们了。在路上看见你们，我都装作不认识你们。你们拿着吧，这个是压岁钱。娘亲说每个小崽崽都要有压岁钱呢。哎呦，牛牛哥哥，你们就拿着吧，我也要拿着的呀。等以后木木长大了，木木赚多多的钱给娘亲花。木木说的对，你们以后长大了对我娘亲好一点就成，只要记得她对你们的好。我们一定会对婶婶好的。转眼就过了年，可风雪却没有一点要停的迹象。然而他们还没盼到雪停，却率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，官府真的又开始抓人了。这一次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男丁，若是没有人就交10两银子。官差老爷，我们家已经没有男丁了，我孙儿才10岁呀，我们也没银子了。对呀，这马上就要春种了，我们要是都去修行宫了，这粮食就没人种了呀，到时候要怎么办呀？没有男丁也没关系，你们只要出一个女人，再加2两银子就行。3天之后把银子和人准备好，到时候若是交不出来，不管老弱妇孺，我们就直接抓走了。苍天哪，这可怎么活呀？这还叫人咋活啊？直接把我这条老命收走算了。世道不公，世道不公啊！这朝廷是想要断了所有百姓的活路吗？长此以往，爷爷不怕，如果实在活不下去，我们就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去山里，再也不出来了。对，去山里。我跟着哥哥学弹弓，用弹弓就可以捕猎物了。而且我会摘野菜，我很会摘野菜的，我们不会饿着的。哦，还有我比年年还会摘野菜，很多种野菜我都认识的。唉，我的乖孙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世道？唉，若是生在一个太平盛世，该多好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们的，不管这世道变得怎样，我们都会平安的。长风，我们这边也算是鱼米之乡，如今尚且这么难过，那些更贫瘠的地方呢？他们又该如何活下去？若是都活不下去了，又怎么做百姓呢？落草为寇，或者起义，人被逼急了，什么都敢干了。婶婶，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爹爹吧！牛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婶婶，你把我买了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牛牛哥哥，你快起来说话，别这样，地上都是雪，
一会儿你的裤子就湿了。牛牛，快起来，婶婶帮你。婶婶，婶子拿了20两银子，和楚长风一起送牛牛回去。他们给张家借了10两银子，又去石头家里走了一趟，另外10两银子也借了。楚长风，你会不会怪我借那么多钱出去？这些钱都是你赚的，你借给谁都行。你和爹也赚了不少。也没多少，那些钱你想怎么处理都行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如果以后朝廷还要让交钱出人，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好，趁着这段时间没事干，甚至带着楚长风在空间里种了很多土豆，成熟的番茄也都摘下来保存在木屋里。这是那个老板送你的那个草吧？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这是花，都已经这么大一片了。是胡萝卜，只是结的胡萝卜很小，他便又种了这么多。是一种可以吃的蔬菜，现在结的果子太小，等我多种几茬，用灵泉水浇，它品种变了再吃吧。我挖土豆看看。挤锄头下去，一窝土豆很快滚出了10几个大土豆。这产量，这要是给百姓们种下去，那粮食的产量得达到怎样惊人的地步？这件事绝对不能说出去，土豆也绝对不能交给朝廷。这个皇帝拿这么高产量的食物送给他，他只会用它做些更惨无人道的事儿。产量提升，说不准赋税又会增长。就算以后要交出去，也不是现在交，也不能现在交。芝芝啊，若是以后出了什么事情，有空间里的那些菜，咱们应该能活下去的。只是我的空间只能带1个人进来，所以除了食物还是很危险。等开春看看情况吧。如果冰雪不化，春种来不及，朝廷还继续剥削的话，那咱们走吧。走去哪儿？咱们这地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，去了别的地方会不会更乱？去北边，我们到了那里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。当然，说这个还为时尚早。如今这里还算太平，只是日子苦些。又是半个月过去，放眼看去，依旧是白雪皑皑，没有任何化冬的趋势。听说服徭役的人们冻死了大半，后来去的女人们几乎都熬不过，她们没有被分配轻省些的活计，到了地方完全就是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畜生用，大家叫苦连天，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。最后再也忍无可忍，有人起了头，带着部分人从行宫逃了，彻底反了。他们组建了一支民兵，一路逃窜，朝廷去捉拿他们，还不忘继续征徭役。听说这回银子都不管用了，不管老少，遇到男人就抓走，就连8、9岁的孩子都抓了不少。在朝廷的压迫下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落草为寇，起义军四起，整个中原都乱了。一会儿就开始收拾东西。昨天我和直直买了马和车，尽量早点走。真的非走不可了吗？我们这房子才建起来，才住了几个月，还有直直现成的铺子也不要了吗？咱们家的那么多柜子和家具又怎么办？娘，我有办法。我做了个梦，突然身上就多了个空间，可以把咱们家所有的东西收进去，还能在里面种东西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们饿不死，也不会出事。爹娘，你们回神，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，赶紧收拾行李，行李都可以放在直直的空间里，我们路上会轻松很多的。是真的，我们没看错。爹娘，直直现在就是咱们家最重要的人，这件事情你们绝对不能说出去，如果被人知道，他就危险了。你放心，我们又不傻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说出去？你们3个也知道了，你们若是告诉别人，不管是石头、小宝、牛牛或者是别人，我们一家都可能死，绝对不能说出去。爹爹，我不说，打死我也不说。不说。默默，爹娘已经把你当成我们的亲生儿子了，
所以才不逼着你。但是，不要告诉你林爷爷，知道吗？木木知道的，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一直忙碌了很久，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打包好，神纸全部收进空间。自家弄完了，楚笑去找林爷爷，而神纸和楚长风去找了牛牛和石头家。我们明天就走，你们好好考虑清楚。如果也要走，就赶紧把行李全部收拾好，除了吃的和衣服还有钱，其他东西通通不要带。留在这里也是送死，那么多的起义军，如果杀过来，咱们这老百姓怎么活呀？长风，走，我和你们走。好，我们跟你们走。那就快点收拾东西。还有，你们不能把这事情告诉任何人，我们这么多人已经很引人注目了，不能再带了。楚长风和神指回到家，两人急匆匆去了县城。他们去各个店里各种买糕点、糖、各种肉类，神指还买了好几只鸡放在空间里，到时候去了漠北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养点鸡。接着又买了许多布匹。神指，你们来开店了？秦公子，我们不开店，只是来买点东西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再开店？你今天去我府里给我做的饭吧，我给你钱。如今每个州县都有起义军，你们不怕他们突然打过来吗？还是尽早避避吧。放心吧，我外公可是首富，我没事。到了那时候，给那些人一点钱，他们不会干什么的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去京城。神指抿了抿唇，也是，他们自然有平安活下去的方法。那保重。少爷，你说他们能避到哪里去？还不如就待在这里。咱们县每年粮食的产量那么高，朝廷不会让人夺走的。这些谁又知道呢？只希望他们一家都能平安活下去吧。回到家，神指带着一家子做了很多的吃的，各种饼、包子、馒头、饺子，甚至还做了很多拉面。反正面条放进木屋里，就和刚放进去时一样。爹爹娘亲，我们还能回家吗？能，肯定能。我们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爷爷，嬷嬷。不一会儿，石头和牛牛两家也来了。他们赶着牛车，忍痛将家里很多东西都抛弃了，所以东西不算特别多，几乎都是衣物和粮食。天气很冷，他们的牛车光溜溜的，也不能避风。可楚家的马车又坐不了那么多人，最后决定让女人和孩子坐马车，男人们坐牛车。马车和牛车慢慢前进，大家都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小村庄。他们出了小林村，一路上也不敢停歇。楚长风时不时去前面探路，如果路上遇到官差，岂不是直接就能将他们抓走？好在一路都还算风平浪静。到了晚上，终于出了县城的地界。天黑不好赶路，楚长风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房屋，让大家休息。大家将最后的衣服都裹着，还烧了柴火，围坐在一起，倒也驱散了几分寒冷。神指将锅架在了柴火上，放了水、腊肉、干菜以及各种调味料，而后将拉面放进去。你们竟然还做了面条带着，我们只带了米面和保存着的冻鱼，还特别少。也不能总吃你们的，明天就吃我们的鱼和米面。张大娘，你们别急，咱们这一路长着呢，以后肯定有你们处理的时候。那可说好了，或者我们直接把粮食放在你们那儿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不用。吃了饭浑身热乎乎的，可大家都不敢离火堆太远。神指找出了几块大毯子，张大娘他们也有，几个小家伙抱在一起，将毯子裹紧。神指和楚长风靠在一起，宽大的毯子将两人紧紧裹住。芝芝，累不累啊？不累，你别担心我。那脚凉不凉？有一点儿，不过也不是特别冷，烤一会儿就热乎了。咱们已经烤了多久了？你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又不是不知道。那还能怎么办？你……神指话都没说完，
楚长风就突然开始给他脱鞋。你干嘛？我手热，给你捂捂脚。放心，我们裹着毯子，他们看不到。可是，脏。脏什么脏？赶紧靠着我睡觉吧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第二日天刚亮，大家就收拾好出发了。只是走了没2个时辰，就遇到了一群官兵在抓人。除了孩子都抓走。楚长风看向楚笑，两人递了个眼色，接着齐齐动手。父子俩一个是整日走镖的镖师，一个是上战场杀人的将士，3两下就将几个官差打晕了。楚长风知道后面还有不少人，他们不能硬碰硬，便连忙带着大家从旁边的小路进了山。你别去了，我们带了那么多吃的呢，不要冒险。芝芝，咱们就算带的再多，也不够每天这么多人吃啊。况且这一路上还不知道有多少凶险，能打猎就打猎。可……别担心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乖乖的待在山洞里，不要出来。我1个时辰之内回来，好吗？那你快点，没有就回来，遇到大型猎物就跑，什么都没有你重要。好。大家打起精神，今天好好休息，等长风回来了，咱们估计还得处理猎物。忙碌了一会儿，也没什么可做的，大家都忍不住往洞口看。楚长风去了已经有1个时辰，可却还没回来。娘亲，不要担心，爷爷说爹爹特别厉害，他肯定马上就回来了，不会出事的。爹爹要是过一会儿还不回来，我们就去找他。渐渐的，天彻底黑了。爹，长风怎么还不回来？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我们要不去找找他吧？再等等，可能没什么猎物，所以才慢。他的身手，就算遇到大型猎物打不过，逃回来还是没问题的。长风，是你吗？我怎么听到了他的声音？他怎么可能在这里？长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出来干什么呀？说呀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你一直都不回来，我担心你。已经过了1个时辰了，过了很久了。你一个人那么黑，要是出了事怎么办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怎么那么不乖？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有空间，遇到危险我可以躲起来。手跟冰坨子似的，那么黑，你的胆子也是真大。我不冷的，你放心。走，回去。我猎到了1头野猪，山洞里没水，而且在山洞里处理猎物，其他动物闻到了会找过来，所以就在有水的地方把它处理好了。谁知道就晚那么一会儿，你就不要命的跟来了。我担心你啊，你都说了1个时辰就会回来，结果一直不回来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你了，咱们赶快回去吧。哼，直直啊，你要吓死娘了！大晚上的，你竟然敢1个人出去！娘，以后我出去了，你们一定要把她看好。这丫头，哼！哎，娘亲，你以后不要出去了，我们刚刚吓坏了，都要去找你了。好，我不随便出去了，都听你们的。我把野猪肉都切成了小块带了回来，一会儿随便用水涮一涮就可以切了。还真是野猪啊！你这也太厉害了！神职把从家里带来的锅取出来，将切好的肉全部放在锅里，加了花椒粉、盐和酱油腌制。野猪肉水分炒干，炒至表面金黄，加入辣椒粉、各种调味料，还放了许多的土豆块，翻炒均匀，辣椒的香味炒出来，便加入少量的水继续焖。终于，一大锅的野猪肉焖土豆就做好了。大家拿碗来。一人端着1碗野猪肉焖土豆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浑身上下都暖了起来。天气冷，神职还特意多放了花椒和辣椒。还真香。这么宽的位置坐不下你来挤我干啥？我就乐意和你挤。你今天有没有受伤？小的伤口也要跟我说。打猎嘛，那肯定会受伤的，但是都是些小伤口，不碍事儿。
所以真的受伤了？哪个位置受伤？哎，你小声点儿，别让爹娘和崽崽们听到了。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手肘有点疼，应该是被石头磨破了。吃完了，我给你看看。好。你这还只是磨破，这伤口还不严重？我这是不小心的，谁知道他摔一跤就成这样了。哎，媳妇儿，别生气，我又不疼。你肯定不疼呀，是别人替你疼。媳妇儿，我真的不疼。以后我出去了，我肯定小心，我绝不让自己受伤了。哎，叹了口气，神子才拉着他的手臂，将灵泉水一点一点涂抹在他的伤口上，伤口痒痒麻麻的，没过多久就开始结痂。哎，好了，没事了，都结扎了，伤口一点不疼了。把鞋脱了。你别管我了，我自己有手有脚的。神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楚长风咬了咬牙，这才开始脱鞋。今天腿和脚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没有，一点没有不舒服，就是脚有点凉。神旨。张大娘自顾自地将布扯着挂在他们这个床铺边。我们不用，我刚刚来这里只是给他看看伤口，他摔了。受伤了？严不严重？不严重，过2天就好了。你们2个好好休息，神旨一个年轻姑娘就这么睡觉也不太自在，就这样吧。神旨给楚长风洗了脚，给他洗完了，让楚长风看着些，他就着热水简单擦了擦身子。楚长风侧头看着他光洁雪白的脊背，眼珠子恨不得粘上去。脑袋转过去，还要不要脸？我不看就是了，快点洗，一会儿水凉了染上风寒怎么办？你们晚上不要踢被子，今天走了那么久，累了一天，好好休息，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芝芝，你也快点去睡吧，孩子们有我和你爹呢。你刚才又出去找长风，你们俩今天是最累的。娘，那你们也早点休息。楚长风，你干什么？那么多人，就亲亲，又不做什么。那也不行，现在神旨话还没说完，就已经被他温热的唇给堵住了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微微后撤，接着又亲亲他的鼻尖，他的脸颊。睡吧。收拾完东西，咱们马上就走。官差去南面的村子了，咱们往北走，遇不上他们。一路上还算平静，赶了1天的路，到了晚上，寒风肆虐，又飘起了大雪，他们不得不尽快找个地方休息。终于发现了一间破庙，然而进了破庙，才发现里面有3个长得凶神恶煞的男人。你们竟然敢来我们的地盘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外面的天气实在是太差了，我们就是来休息一晚上，我们保证明天一早就走。哈哈哈哈哈！一早就走？行啊，把这3个小娘子留下给我们玩玩啊！再把你们身上的银子交出来，就让你们在这里歇一晚上。说话的男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神旨，她最漂亮，皮肤白得像雪，他们光看着就浑身酥麻。老大，怎么样？给我上，把他给我宰了！不要脸，让你欺负我吗？踢死你！哼，对，再敢这样，我们才要宰了你。收敛住刚才的恐惧情绪，神旨和张大娘他们开始准备吃的。楚长风昨天打回来的猎物还剩很多，他们带着的有干粮，神旨就打算炒菜，炒了个回锅肉，又做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，香喷喷的味道不停地飘出来，大家饿了一天，口水直流。菜一炒好，他们拿出馒头，围着锅就吃了起来。3个被捆的大汉闻着肉香味儿，馋得不得了。可大家都不管他们，把所有的菜都吃了。大家将东西收拾干净，这才休息。今天一直都不能睡觉吗？应该不会有事吧？别担心，也别怕，有我和爹看着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
你先睡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过来的。那我睡了，辛苦你了。睡吧。一整夜都还算安生，没再有人来，看来这3人也没什么同伙。一行人起床后就出发了，只是他们进入洛州地界，突然就多了许多难民。怎么样，情况还好吗？怎么会有那么多难民？这里有人称王，正在和朝廷打仗呢，咱们必须得快点离开了。这回他们也不敢走官道了，虽然很绕，多走许多的路途，可也只能走小路。这么走了2天，前方突然开战，就算是小路也四处是难民。晚上他们和这些难民不得不住在一个荒村。楚长风并不想，可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容身。这个晚上他不敢睡觉。到了要做饭的时候，楚长风把神指拉走，神指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？马上就做了，你想吃什么？今天不要做饭了，也不要吃东西，最多喝点水。你的意思是这些人眼神不对，在路上他一直盯着咱们的包袱和马车，指不定想干什么。好，就听你的，我和他们说去。咱们今天不能做饭吃了，外头那群难民不是什么好人，被他们看到咱们有吃的，恐怕会发生事端。不过他们还有些馒头，反正那些人不在这个屋子，他们躲着点，一人啃个馒头也是可以的。爹爹，这里很冷呢，还有很大的风，进去烤火吧。对呀，爹爹，那些坏人肯定不敢来的，我们有那么多人。爹爹没事儿。那我们在这里陪你一会儿。楚几年拍拍胸膛，莫名其妙有一股让人脊背发凉的眼神。楚长风连忙朝那群难民看去，他们不经意间看向这个方向，眼神火热，一副兴奋之色。这些人，如果……念念、周周，你们俩赶紧进去，不要来这里。午夜降临，大家都睡了，楚长风却不敢睡。那些难民靠在一起，不知道在说着什么。去睡一会儿吧，我看着。爹，今天晚上绝对不能松懈。这些人，恶红眼了什么都吃。你是说……这种事情在灾祸和战乱中实在太寻常了。要不我们连夜走吧，在这里待下去实在危险。他们人多，太冷了，周围就只有这么一个荒村，咱们能去哪儿？明天再走。好吧，我陪你看着。天色渐白，大家都醒了，楚长风松了口气。然而那群难民中突然走出来一个男人，他径直朝楚长风走来。站住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你想做什么？男人盯着楚长风看了看，可眼睛却控制不住地往屋里瞟。再敢四处乱看，下一次就是你的眼睛。我给你一个女人，你把那个给我。楚长风顺着他指的方向回头，一眼看见正帮忙烧水的楚景舟。滚！我们人比你们多，男人也比你们多，我们可是杀过人的。你要是不愿意，你只能死。你们给老子滚！老子的刀可不长眼。给我上！听见命令，所有难民拿着锄头、镰刀或者石头冲了上来。芝芝，娘，你们快点收拾好东西，保护好孩子们，一会儿抓紧时间走。张伯，你们把带的东西拿上，出来帮忙。难民们冲了上来，双方瞬间打斗起来。芝芝，快点带大家走。小宝！楚锦州捏了捏拳头，直接冲上去，使劲撞2个人，又是踢又是拿头撞。抱着小宝的人手一松，小宝就摔到了地上。楚锦州迅速将小宝推进张学梅怀里，可他却被难民紧紧抱住了。他们抱着他往后退，很快就到了难民群里。哥哥，哥哥，不要抓我哥哥，哥哥不许抓我哥哥。住手，不能放下！楚长风挥着刀，
他拼尽全力想要冲出去。你们还回来，把我的周周还回来！周周，你们都给我去死！爹，你快点把他们带上山，找个山洞躲起来。我要去找周周，我的周周。楚长风，周周，一定要带回来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周周带回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周周要不是救小宝，也不会被那些人抓走的。对不起。周周哥哥，周周哥哥，这也不能怪你们，他们不抓小宝，也会抓别的孩子。你们起来吧，我家周周一定不会出事的。我哥哥那么厉害，肯定会回来的，肯定会的。哥哥一定会好好的，好好的。周周哥哥，我周周哥哥会回来的，爹爹很快就会把他带回来。楚长风穷追不舍，抓走楚锦州的难民，知道他的厉害，也不敢停下，只能一直跑。他们熟悉周围的地势，很快就藏匿在了山林里。这些人抓我干嘛呢？他在笼子里挪动着，小手在地上四处摸，终于摸到了一个石块。他鼓着小脸使劲割着，石块割着手上的绳索，同时也割着他自己的小手。好疼，非常疼，可我不能停下来，没有时间了。终于不知过了多久，绳子断了，好在笼子不是锁着的，他轻而易举的就跑了出来。大哥，这回这只两脚羊可飞得很，白白胖胖，肉感肯定好。那肯定的，我一眼就看中了。去问问他们刀磨好了吗？赶紧的，老子饿了。他们抓我是为了吃。楚长风在山林里转了快1个时辰，他急，又过了半个时辰，终于让他找到了那群人的老巢，一个天坑，天坑底下便是各种山洞。我儿子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我儿子到底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老大早就已经让人磨刀了，应该已经。他红着眼找了很久，冲进最后一个山洞，看见了满地的鲜血，还有人的骸骨，是孩子的。你们杀了我儿子！你们吃了他！你们！我要让你们血债！他就像是从阎罗殿里跑出来的修罗，这群难民不知何时已经被他全部屠戮殆尽。周周，对不起，爹爹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，宝宝，对不起，周周。为什么？周周呢？这里，我带他回家了。我们要永远带着他，不能不要他。不要打开，不要打开，周周会害怕的。周周没了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！我孙子好好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不可能！天坑山洞中，一个小小的身影从一个倒扣着的背篓里钻出来。这些人到底是被谁杀的？这么多的人都被杀了，杀他们的人应该很多。天黑了，小家伙在山洞里走啊走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他终于出了这个山洞。只是他到底在哪儿？要怎么样才能找到爹爹娘亲？他不怕死人，可想到可能会找不到爹爹娘亲、爷爷奶奶和弟弟们，他就害怕了。接下来的2天，楚长风他们都待在山洞里，
没有谁有心情赶路，大家都沉默极了，甚至连饭都不吃。年年啊，你饿不饿？想不想吃点东西啊？年年，哥哥他下辈子一定是一个快乐平安的人，他肯定在别的地方活着，我们不难过了，好不好？是我的哥哥，不可以当别人的哥哥，是我的哥哥。哥哥不会死掉的，只要我一直带着哥哥，他就永远陪着我们。哥哥不要怕，年年在的，以后年年保护你，再也不会让你被别人欺负了，再也不会了。年年，把哥哥给爹爹，我们让哥哥入土为安。不要入土为安，我要哥哥。年年，娘亲有办法，让哥哥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深芷把小包袱接过来，最后小包袱被火化了，骨灰放在了一个小小的盒子里。以前周周还说他会变得很厉害，要赚很多银子给我们花。他还说他要是去读书了要特别用功，还说不能让我们丢脸。他那么乖，他好不容易来到我们身边，为什么又要给他那么悲惨的结果？我的周周当时得有多害怕。我还说要把所有的一切都捧到他面前，还说要努力对他好。芷芷，我也没做到。楚长风，我想他了，我想周周。在山洞里待了5天，楚长风去山脚下看了看情况，便带着众人再次出发。一路上难民越来越多，好在天气好了起来，雪终于融化了，温度也高了很多。一路前行，他们遇到了很多饿死的难民。起初人还很多，可到了后面，越往北人就越少。在即将踏入北域地界，他们遇到了一群人。他们虽然也是逃难来的难民，可他们的情况还不错，人也和善。晚上和他们在一个破庙过夜，他们还给楚长风他们送了一点肉。楚长风他们都愣住了。谢谢，不过不用了，我们吃野菜就好了。拿着吧，你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孩子，大人不吃，孩子也要吃，不然哪里有力气走路？真的不用了，你们那么多人也要吃，这些肉弄得不容易，我们真的不能要了。老人没法子，只好提着肉离开。他们聚在破庙的另一边，把火升上，就开始炖肉。神芷把在路上摘的野菜洗干净，加了灵泉水放在柴火上煮。或许是因为每天都喝到灵泉水，所以大家每天都有力气赶路，没有谁病倒。快来吃东西吧。神芷一人分了一碗野菜汤，大家沉默着小口小口吃了起来。楚长风悄悄观察了一下，这些人看这样子，平时应该总是吃到肉。一路上都在逃难，还能保证吃到肉，这群人可不简单，非常的不简单。他不能掉以轻心。在破庙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竟然下起了雨，没办法继续赶路，大家都留在破庙里休息一天。兄弟，我们要上山打猎去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？打到了猎物，你们就有肉吃了。算了，我就不给你们拖后腿了，也不会打猎。真的不去？你们都不会？只要力气大点，跟我们一起，可以猎到东西的。长风，要不你留下来，我跟他们去凑凑热闹。可……没事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每天都吃野菜也不是个事儿。爹，路上小心点儿，如果没有猎物就赶紧回来，咱们不吃也没关系。成。要不也带上我们也想帮帮忙。不行，咱们必须留下来守着。
如果男人都走了，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已经入了北域，接下来只要再走10天左右，就能到北阳县，也是他们的目的地。他们这一路走了差不多2个月了，也不知道这10天的路程又得耽搁多久。爹爹，我们到了那里就安全了吗？我们到了那里就安全了。爹爹，那到了那里，我们也要带着哥哥，不要把他埋掉。等到了再说好吗？现在我们年年和木木要好好保护哥哥。我们不会再让哥哥被坏人抢走了。过了1个多时辰，楚孝和那2个男人回来了，他们收获不错。楚孝猎到了4只野兔，而另外2个人则是一人抓了1只野鸡，一人抓了2只野兔。野兔肉在锅里爆炒着，很快肉香味散发出来。等兔子肉炒得微微焦黄，便加入调味料，继续翻炒均匀出锅。想着那群人昨天还给他们送肉，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，至少这个情得还回去。甚至舀了1碗兔子肉，让楚长风送过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刺舌头？就是一种调料，在山上采的，不过数量特别少，我们也是运气好。小家伙，你爹你娘呢？小娃娃，你是不是跟你爹你娘走散了？我可以帮你找。可小家伙却把小脸扭去一边，油盐不进。这小娃娃的性格也太冷了，这种时候小孩子不应该都会很依赖大人吗？小家伙穿得太薄了，他努力抱住双腿，可还是瑟瑟发抖。雨下了至少1个时辰才慢慢停了，可温度还是一样的低。虽然现在已经是春天，黑乎乎的小团子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他抬着头看着黑乎乎的天，他不知道这天什么时候才会亮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爹爹娘亲、爷爷奶奶和弟弟们。可是他会努力的，一定会找到他们。第2天，老人迷迷糊糊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。突然想到什么，他连忙看向身旁，可是什么都没有。太阳出来了，希望之后的日子能暖和一些，让那个小东西多活一些日子。天刚蒙蒙亮，楚锦州就出发了。今天出了太阳，是个好天气，他今天应该能走很久。北阳县爹爹和他说过的，他一定会找到那个地方和大家团聚。好在春天来了，天气不会像冬天那么冷了，很快野菜也都会陆陆续续的长出来。那些饿狠了的难民有了吃的，应该不会再出现那种恶心的人。当然他自己也能吃这些野菜活下去了，只要活下去，他就什么都不怕。另一边，清早起来，楚长风便带着大家出发了。那群难民似乎跟他们是一路的，也跟着他们一起走。进入北域，荒凉了很多，走了1天都找不到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全是荒漠或者草原。晚上睡觉都得自己用床单或者布织个简单的帐篷。他们走了好几天，都是这样的风餐露宿。这段时间总是感觉身后有人盯着我。我们明天走慢点，别和那群人一起走了，我感觉他们不简单。好，那群人走得快，等他们出发了咱们再走。小兄弟，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我们等等你们，和我们一起会安全一点。我们决定休息1天，我儿子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你们先走吧。这样啊，那小娃娃身体怎么样了？还能不能好啊？要不要去采点什么药？反正我们也不急，要不我们也休息一下，等等你们吧。不用你们等，我们也不是什么亲密关系，只是陌生人罢了。我们想要自己走。行，你这个小兄弟就是太客气了。不过既然你们不想和我们一路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那群人走了吗？走了，放心吧。爹爹娘亲，我们是不是要走了？我们
我们马上就起来。不急，快躺下，多睡一会儿。咱们今天先不走，在这里休息一天。为什么不走呀？可是我们早点走，就能早点到那个地方。爹爹有打算，快睡吧。年年、木木，对不起，我也对不起周周，我没有保护好他。为什么要怪别人呢？我们两个也没保护好哥哥。今天放松一点，好好休息一天，咱们明天再出发。楚长风，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到北洋。当然，一定会的。他们又在这里住了一晚，估摸着王武那群人已经离他们很远很远了，他们才再次踏上了路途。赶了一天的路，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小县城，在县城里找了很久，才看到一家客栈。大家在客栈里简单吃了点饭，便结伴出去买之后几天用到的干粮，一切都准备好，大家再次出发了。这一路除了野兽，没有遇到任何坏人，大家都放松了很多，每天走走停停，心里没了压力。大家都没见过草原和荒漠，一个个看到什么都好奇不已。落日坠在荒漠尽头，视野很广，画面格外壮美。木木，哥哥肯定没有看过这些的落日，好漂亮啊。看着呢，哥哥正在和我们一起看。长风，大概还有多久到地方？快了，还有2天的路程。怎么了？我总感觉有点不安，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。不会的，咱们马上就到了，只要到了北洋就没事了。快说吧，别胡思乱想了，明天还得赶路呢。好。夜越来越深，正在所有人都陷入沉睡之际，营地不远处突然来了一群人。吴哥，那我们一会儿要把他们都宰了吗？把那2个小孩一直背在身上的包袱抢过来。还有一会儿你们帮我拖住那个楚长风，拖不住就把他杀了。我去把那个小娘子带走。嘿嘿嘿，成。从遇到他们的第一天开始，2个小家伙就背着这个小包袱，就算吃饭睡觉都没有离过身。这个包袱被他们看得如此重，想也知道里面肯定是个好宝贝。你干什么？年年，怎么了？木木，快去喊爹爹娘亲！爹爹娘亲，爹爹娘亲，有坏人！年年，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？为什么？他愤怒地质问着。很快，又一刀扎进王武的胸口，王武很快就没了呼吸。楚长风双眼赤红，还是继续砍着。把他们都杀光，一个都不要留。年年，坚持一下，不要出事。快喝，宝贝，乖乖，快喝。娘亲，哥哥，他们要把哥哥抢走。娘亲，哥哥，宝宝，娘亲，爹爹，我疼，好疼！不，年年，你快点醒过来，没了。胡说！我的年年不会有事，绝对不会有事。年年，娘亲救你，娘亲一定会救你的，乖宝宝，别怕。爹爹，娘亲和年年不见了，突然就不见了。芝芝抱着年年突然就不见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到底去哪里了？是不是去？娘，别说话了。年年他……你快说呀！年年肯定没事的，对吗？没气儿了，真的没气儿了，年年。闭嘴！我的孩子不会死，绝对不会。爹爹，
年年不会死掉的，娘亲说了，她会救年年的，肯定没事。直直，可能带年年去那儿了。长风，年年肯定有希望，咱们不能这么丧气。年年，周周，爹爹，爹爹不哭。爹爹，你的头发怎么变白了呀？长风，爹爹，叔叔。楚长风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。爹爹，你身上疼不疼啊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奶奶煮了一点肉，给你留了好多好多呢。爹爹，娘亲肯定会把年年救回来的，你忘了吗？娘亲可是仙女。乖。爹爹，我把肉汤给你端过来。默默，爹爹不吃。楚孝把王武那群人的尸体全部处理了，大家就在原地待了好多天。沈芷和楚几年一直都没有出现，楚长风却依旧等待着。是他的空间，还是他的世界？如果他们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那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。不，如果可以让年年好起来，不管他们去哪里都是好的。年年，我的小年年。一群走镖的镖师路过一段山路时，突然听见悉悉嗦嗦的声音。很快，茂盛的草丛里钻出了一个小脑袋。请问一下，北阳县城要往哪里走？你说什么？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？小孩，你是难民？小家伙点点头，大家震惊地挑眉。你自己一个人，没有别人跟你一起吗？没有，所以你们知道北阳在哪里吗？我们也要去北域，不过不是北阳，可以带你一程，到时候你再自己想办法吧。真的？你不会是想把我拐卖了吧？不会，你这么个瘦巴巴的小孩，谁会买呀？那谢谢你们。于是楚景舟跟着他们出发了，镖头把他安置在板车上。小家伙起初还格外机敏，可没过多久就忍不住躺在板车上沉沉睡去，好在还算安全。一直跟着他们到了晚上，大家才找到了破庙休息。一到破庙，他就自己找了个小角落躲了起来。小家伙，给你馒头吃。我不要，我不饿，谢谢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快出来。我真的不要，你们自己吃吧，我有吃的。小家伙一再拒绝，镖头叹了口气，也就没人管他了。反正只要他饿了，肯定会问他们要。他离开了，楚景舟松了口气。他捂着自己咕咕叫的肚子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犹犹豫豫地在随身背着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小挎包里掏了掏，很快掏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草团子。杂草被他揉成小团，每次饿了只需要吃一个就好了。他有些舍不得，他只有3个了，可实在是太饿了。等把一个野菜团子塞下肚，他摸了摸肚子，好像已经有点饱了。不见了，爹爹娘亲有没有找过我？有没有想我？不管他们想不想我，我每天都在想他们。我也一定会找到爹爹娘亲的。想着想着，他握着小弹弓，靠着墙睡了过去。哎，镖头，那小孩怎么不要你给的馒头啊？真奇怪，小乞丐竟然不要吃的。他都饿成什么样了，如果再不吃什么东西，哪里熬得下去？这孩子对我们防备得很，以前恐怕是被人骗过。我把馒头给他，他怎么都不要。等明天吧，他这样子也不可能坚持多久了，饿得很了，肯定会吃的。好了，你们快睡吧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。楚长风他们一行人不知停留了多少天，突然有一天傍晚，沈芷出现了。我回来了。年年，
你们怎么样？年年还没醒，我把他放在了泉水里，伤口好了，可是他一直都没醒过来。我能看看他吗？现在可以把他放出来吗？我想让他在泉水里多泡一段时间，那样对他的伤好一点。他只能带一个人进空间，楚几年在里面，楚长风便不能进去了。楚长风，我们年年绝对不会出事的，我一定会把他治好的。芝芝啊，我后悔了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们带出来，不应该的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没有把你们带出来，我的周周还有年年都不会有事儿。芝芝，我对不起他们，是我害了他们。楚长风，不怪你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，本来就不太平，就算留在家里也不会更好。长风，没事的，年年不会有事的。宝宝，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？我们想你了。小家伙没有一点反应，他本来就养白了，如今一直待在空间里，被泉水泡着，整个人白白嫩嫩，像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。宝宝，你说的对，你好看死了，你和哥哥们都是这世上最漂亮的小宝宝。宝宝，娘亲想你了，你爹爹和木木也特别想你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年年怎么样？没事，还没醒。年年，周周哥哥，木木，好想你们啊！周周哥哥。第二天，一行人继续出发，这一次路上很平静，他们花了4天的时间，终于到了北阳。北阳是北域最大的县城，不过看起来还没有他们临河县繁华。大家进了城，好奇地打量着路边的一切，有人在卖烧饼，有羊肉馆，也有牛肉馆。虽然看起来没有想象中的热闹，可他们一路上几乎都是流浪过来的。这么平静安宁的氛围，看得大家热泪盈眶。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真的到了。我先带你们找个客栈住下，然后再考虑后面的事情。神只预备先买个小院子，其他人则打算租。刚才他们都问好了，这地方租房子并不贵，后面找着活了便不怕了。张大娘，你们2家身上还有银钱吗？租房会不会不够？够了够了，这里租房子1个月只需几百文，我们够的。是啊是啊，等租了房我们就去找活干，不怕的。成，如果有困难就说。大家红着眼睛点头，他们哪里好意思再麻烦他们。我了解这里，我带大家去租个房，咱们最好租在一起，以后好有个照应。楚长风很快带着张大伯他们出去租房子了。这边人烟不多，空房子也多，租起来特别快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回来时就已经看好了地方。你看好的房子是什么样的？几个房间啊？是带院子的吗？有5个房间，1个堂屋，还有厨房和茅厕，前面带一个很大的院子，后面又有一大块荒地。那明天再去看看，我看完了没问题，咱们看看要租还是要买。年年怎么样了？还没醒。可以把他带出来一会儿吗？我想看看他。年年，他变了，他怎么变得这么白了？还变得比以前更可爱更好看了。每天都泡着灵泉水，自然会变得好看。宝宝，年年，你怎么还不醒过来？你不想爹爹和娘亲吗？宝宝，我们到了，爹爹不是说要带你去喝羊肉汤吗？爹爹已经带着你娘和木木去喝了，等你醒了，爹爹也带你去，就带你一个人，好不好？那人把他伤得太厉害了，伤口特别深，而且差点伤到心脏。我刚把他带进空间时，他已经出气多，精气少了。我把他放在泉水里，
给他喂了很多灵泉水，过了3天，他才恢复正常呼吸。我以为我们真的要失去他了。楚长风垂着头，将小家伙抱得紧紧的，眼泪一颗颗落在小家伙白净的几乎透明的小脸上。毯子里的小手轻微动了一下，2个大人都没发现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家收拾行李前往他们看好的那处房子。到了地方，仔细看了看，沈芷还算满意。虽然房屋有些陈旧，可不漏风不漏雨，该有的也都有。而张大娘他们2家租的房子离他们很近，林爷爷自己也租了一个小房子，各自都满意。张李2家租金是300文1个月，林爷爷是100文，而沈芷他们家的房子没有租，直接买了，一共也才花了40两。沈芷把当初放在空间里的桌椅板凳、床铺什么的全取出来开始收拾。爹爹，娘亲，这个板凳放在哪里呀？木木，别忙活了，娘亲带你去看看你们的新房间。新房间和他以前住的那个房间布局一模一样，虽然面积不算特别大。娘亲，年年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想他了。我们已经安顿好了，一会儿就把他带回来。不过我们要好好照顾他，他还没醒。我照顾他。